我们拿到的这款荣耀 V20呢为幻影蓝配色，是荣耀与意大利奢侈品牌 Moschino 的联名款，内置荣耀和 Moschino 联合设计的专属壁纸，但整体外观和功能上与普通版本一致。这款手机最大的看点莫过于这块 6.4 英寸的魅眼全视屏，分辨率为2310×1080，屏幕材质为 LCD。虽然第一眼看上去感觉不是很通透，但颜色还原还算准确。在屏幕左上角有一枚2500万像素屏下摄像头，也就是我们俗称打孔屏中间那个口。荣耀 V20采用盲孔打孔方案，简言之就是没有打穿液晶面板，增加了 LCD 面板的可靠性，同时可以让孔径更小，减少对屏幕视觉的影响。转到背面呢，依旧是渐变配色，这次的渐变光路有些特别，是与系列相呼应的 V 字形光线。顶部横向排列2颗摄像头与1颗 TOF 以及闪光灯看起来非常像一个感叹号。剩下的呢就是屏幕指纹按键和全新的 Honor logo 了。至于这次荣耀 V20为什么还使用背部指纹识别大家仔细想一想，因为它采用了打孔屏，使用了 LCD 屏，所以并没有办法做屏下指纹，并且呢它已经打了孔了，并不能加上刘海，所以说结过光也不行。所以综上来看，这个荣耀 V20用后置指纹也是实属无奈之举。在很多人诧异于打孔屏这种设计的脑洞时，纷纷会抛出这个孔会不会影响日常使用的疑问。在体验的这段时间来看呢，它所带来的影响要远比想象中的小。在日常使用系统以及自带应用时，顶部状态栏要比非打孔屏更高一些，也就是说内容显示不到开孔那里。有一些第三方应用也是这么处理的，比如说微博、微信等社交类的应用。而有一些第三方应用就比较粗暴了，直接在与屏幕开孔等高的区域显示为黑色，例如高德地图、购物类软件一类，并且也没有做视觉上的圆角优化，看起来还是比较突兀的，但并不影响使用。视频类应用和游戏方面，首先主流的视频资源基本上都是16:9的画面比例，这时开孔会在画面左侧的黑色区域，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完美闪避。同时有一些视频应用在进入播放界面后，会将打孔等高区域显示为黑色，从根源上杜绝了遮挡，看视频的体验确实比刘海、水滴屏更好。
游戏方面呢，我们测试了《王者荣耀》和《绝地求生：刺激战场》两款游戏，操作按钮基本都是完美闪避开孔。绝地求生的背包与摄像头有一点点重合，但并不影响使用，总体体验呢还是不错的。最后来说一下前置摄像头的拍照，很多人呢会有把摄像头置于屏幕下会不会影响成片质量的疑问。通过体验来看呢，这个打孔的前置摄像头与刘海和水滴的表现基本无异，前置的功能也没有任何影响。V20 还搭载了 Link Turbo 技术以及 GPU Turbo 2.0 技术，不过理论呢还是要结合实践来看。我们分别使用安兔兔跑分、王者荣耀、绝地求生、刺激战场来测试 V20 的性能表现。安兔兔跑分方面呢，打开性能模式，分数为30.7万分，普通模式下为27万分，成绩在目前是属于榜单前列水平。实测30分钟王者荣耀，特效全开的情况下，帧率可以稳定在60帧，后期团战偶尔掉到59帧。由于液冷技术的加入，手机升温并不明显，不会感到烫手。绝地求生体验中，特效全开，高速运动跳伞时会有掉帧发生，机身温度比王者荣耀更高，但是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。总体来讲，荣耀 V20 的这套配置绝对是旗舰水平的，日常场景都不用担心其性能方面出现问题。在拍照方面，荣耀 V20 是首批后置摄像头采用 IMX586 传感器的手机，这颗 CMOS 像素为4800万，体积为1/2英寸，比华为 P20 上的传感器体积还要大，同时支持像素4合1技术，以等效1.6微米的大像素输出照片。光看纸面参数，这颗传感器还是非常过硬的。不过我们还是要拿出样张来说话。在白天光照充足的情况下，荣耀 V20 成片整体观感通透，解析力强，色彩还原准确。AI 算法可以根据不同的拍摄主体进行优化，对颜色和光线进行增强。单看日间成片，确实属于第一梯队水平。与华为 Mate 20 Pro 对比，第一观感两款手机的表现相当，只是 AI 算法对于天空颜色的处理有些不同。不过放大细节后看呢， V20 要比 Mate 20 Pro 有更狠的锐化处理，造成一些光影细节一定程度的失真，并且细节解析力并不如后者。在夜拍方面，荣耀 V20 的成片颜色还原准确，画面亮度较高，暗部的细节得到了很好的还原，同时呢，亮部也没有出现过曝，画面的纯净度较高，整体观感良好。在这组对比样张中，两款机型的 AI 相机均自动开启了手持超级夜景模式，成片观感一致，解析力、纯净度、白平衡、色彩还原都处于同一水平上。不过在面对画面中较突出的高亮光源，荣耀 V20 的高光抑制能力就略逊于 Mate 20 Pro 了。画面其他部分的观感基本一致，但在 MUJI 灯牌处 ，V20 存在严重溢出，无印良品4个字基本无法识别。这种情况在室内复杂光线下也有体现。可以观察画面左侧货架的打光区域 ，Mate 20 Pro 可以很好的将光源抑制，从而准确还原货架上帽子的颜色。而 V20 同位置的细节受到光源干扰，表现并不如 Mate 20 Pro。不过单拿荣耀 V20 的样张来看，其成像能力仍旧处于较高水平。综合荣耀 V20 的定位以及售价，并不及华为 Mate 20 Pro， 它能有这样的表现，确实已经很不错了。也从侧面证明了 IMX586 这颗 CMOS 能力不低。希望在量产版机型中，厂商可以进一步优化算法，改善上述问题。荣耀 V20 搭载4000毫安时电池，官方标配22.5瓦快充头。具体续航表现，我们来看数据。官方宣称半小时可充电50%，实测半小时充电56%，50分钟可充至80%，105分钟充满。对于一款4000毫安时的电池来说，属于18年快充中的正常水平。在续航方面，饼状图中每项使用半小时，并记录耗电量，最终电量剩余35%，这样的水平正常使用一天绰绰有余，中度至重度使用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综合来看，荣耀 V20 在充电续航方面其实还是很靠谱的。总的来看呢，荣耀 V20 给我的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性能方面呢，我们就不多说了，毕竟麒麟980在这摆着呢。这次让我比较意外的就是它在拍照方面的提升，尤其是在我第一次看到它夜拍出来的样张的时候，哇，真的是惊呆了，有一种很大的提升。此外呢，在考虑到荣耀 V 系列一般比较亲民的价格，我个人觉得这款 V20 在市场上还是一款非常具有竞争力的手机。我觉得呢，这款手机最大的争议可能就在它前面打的这个眼上。当我第一次拿到这个手机的时候，我多多少少还是觉得这个眼是有些别扭的。然后我再看，越觉得别扭，最后只能强制性的忽略。不过这个美丑呢，可能是因人而异的，可能大家有的人就会觉得非常好看，有的人呢就可能觉得这个眼在这摆着难受，我就想把它抠掉。当然这个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。那么关于这款手机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关于这个眼你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想吐槽的？欢迎大家关注皇家评测的双微以及我的个人微博，都在屏幕的下方，我们等待你的留言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